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杰夫。我们今天要来开箱一支今年我期待已久、全新结构的一支球拍 Butterfly 张本智和 Inner Force Super ALC Kamimoto Tomokazu。我们就立马开始。蝴蝶每年都会找一些选手做一些联名的球拍推出，这次是跟张本智和还有张本美和兄妹两个一起联手打造的一支 Super ALC 的球拍。Butterfly ALC 一直都是蝴蝶热销的系列，那从2022年呢推出了 Super ALC， 也就是我们的超级蝴蝶王。后来像是樊振东系列也有此规格，但像是蝴蝶王世界第一的樊振东跟我们的桌球之神波尔都属于外置 ALC 的结构，但张本智和与奥恰洛夫就属于 ALC 内置碳的结构。这边我怕大家听不懂，我简单说明一下所谓的外置跟内置。外置 ALC 也就是先打到碳纤再打到木板，内置 ALC 呢也就是先打到木板再打到碳纤。顺带一提，碳纤比木板硬，所以也就是内置的 ALC 手感通常会再好一些，通常外置的速度会再快一些，剩下的就由你们自己去体会咯。张本智和这支等于是蝴蝶首度把 Super ALC 加入了内置的系列。首先我们先来给大家看一下外观，在这之前我们非常感谢波尔桌球用品专卖店赞助本集的球拍测试，才能让大家第一时间看到开箱，也让你更了解球拍的奥秘，还务必请各位多支持。球拍整体依照先前设计使用了天蓝、海蓝、深灰与白色为主要颜色，拍面木头纹路比起 ALC 较为明显，并加入了天蓝色的文字设计。拍柄设计我个人觉得在蝴蝶所有球拍里面算是相当漂亮的，这次在左半边的深灰色改成了白色。我个人觉得使用白色的握柄设计虽然非常有质感，但算是相当大胆，毕竟容易脏。其余的颜色色号都跟 ALC 一致，底部的厂徽与握柄背面的雷射标签也是维持原有的设计。侧面可以看到中间木材颜色略浅一些，碳纤除了更紧密之外，这次连编织的方式也都是不一样的。这边放上樊振东 ALC 与 Super ALC 的对比，原本以为 ALC 跟 Super ALC 只是编织更紧密，但是其实是完全不同的织法。Super ALC 板厚 5.9mm， 比张本 ALC 薄了 0.1mm， 比蝴蝶王厚了 0.1mm， 平均重量来到87克。我收到的 Super ALC 重量为88克， ALC 为87克。拍面尺寸的部分呢，158×152mm 比其他外置的 ALC 157×150的 mm 略大一些，也就是如果你要换球拍，球皮也就需要一起更换了。这边提醒大家，我们先来听一下敲击木板的声音。另外，我准备了一支樊振东 Super ZLC 给大家听一下声音。以我多年的观察下来，越硬越弹的球板声音会越高，越软的木板声音会越低沉。另外，我给大家看一下我3支球拍碳纤的照片，樊振东的很明显碳纤就在外面，有看出来吗？蝴蝶这些年一共帮张本智和推出了4支球拍，我帮大家整理了一下。ALC 为稳定性，具有反弹特性与抓球感，适合近台快攻的选手。ZLC 有弹性且重量轻，让击球更有力量，适合中台快打的选手。Super ZLC 弹性强化，适合需要击球高质量且有一定技术的选手。最新推出的 Super ALC 弹性加稳定，适合近台与中台的选手。给大家看一下官网这张图表，振动特性数值越高，球拍在手心中产生的共振就会越小，也就是手感越稳定。但其实以我的经验来看，也就是木板越硬，或者是碳纤越紧密，对我来说应该就是发力瞬间那个击球时的发力感受。反弹特性数值越高，表示弹力越好，也就是说出球较快。另一个层面就是越难控制。本次搭配的球皮黑面为 Dicnic 05射性皮，
红面为 Dicknick 09C 粘性皮。接下来我们就带大家去试打一下，分享一下手感给大家。Let's go！ 台风天来测试一下我们的球拍，然后测试员今天有我跟球拍收藏家郭建甫这边。然后我们红色是 D09C， 黑色是 D05， 全新的，2张都是全新的，来试给大家。ASMR， 哎，没声音，好。现在这边现场遇到一个雨农国小校队的，他本来就用蝴蝶王，我们就顺便让他测一下蝴蝶王跟我们的张本智和 Super ALC 的差异。哎呦，你有左手哦，可以哦。这张红的跟你同一张，最喜欢的，对，最喜欢的笔。拉起来一样。哦，你要吃力了哈。比较吃力了，观众可以看一下他吃力的感受。好，现在他用的是蝴蝶王，红面一样是 D09C。我问你明天休假怎么来跟比学校还累？线路比较短。球在这哦，你就自然拉，你不要刻意放短哦。不要乱拉，不要乱拉，你看，他跑到这边来了。接下来我来分享一下我们试打完讨论出的心得，适合什么样的人使用呢？刚推出时，我本来第一个反应是说，之前的超级蝴蝶王，很多人反映说太硬太弹，很难控制。那这一支张本智和呢，或许会针对原本使用蝴蝶王的人去提升它的手感跟球速，但是其实我们实际上打完之后呢，发现跟蝴蝶王的手感其实蛮不一样的。我们就拿杜迪迪来举例，它很明显在一样的皮上面，蝴蝶王出球距离明显偏短，在张本智和 Super ALC 直接变长，但对球拍收藏家来说又不是那么满意。这支球拍在发力的感受上面，确实跟我们平常大部分用的外置 ALC 的手感确实有点不太一样。我推测，因为是内置碳，先打到木板再打到碳纤，但可能因为碳纤真的很紧密，先打到木板再打到碳纤，如果要再进到主要木板的时候，发力门槛就已经偏高了。所以像是快带、借力、近台小球，手感都非常好，而且质量都不错。但到中后台需要大板球的时候，不小心就有一种没打透就出球的感受。某个层面来说，质量也够，速度也快，但是要完全打透是需要一点门槛的。所以对有一些近台打百数的玩家，甚至小力量的玩家，从皮到木板到碳纤就出球，
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哪天给国家队的选手试一试，搞不好会擦出不一样的火花。这边我不得不提一下，在近台的 D09C 配上这支 Super ALC 张本智和，球非常非常的赚。哇，好赚！你这09C 真的很赚，控制也非常的好，都有非常高的水准。再来我说一下张本智和 ALC 差异真的是非常的大，有种 Super 加2倍的感觉。张本 ALC 手感很清楚，控制借力，防守也非常不错，但是就是速度质量上略显不足。对竞技选手来说，退到中后台的时候会非常非常的弱势。这支张本智和 ALC 呢，比较适合中阶比较有预算的玩家。再次感谢我们波尔桌球用品专卖店提供球拍测试。近期只要在波尔桌球用品专卖店买张本智和球拍，立马送 KCCC 洁肤清洁剂1组。经营桌球的频道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，如果你愿意长期支持我们，可以按下超级感谢，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。另外，近期 YouTube 还有一个免费的功能，叫做热推，可以多帮我们热推一下，让更多台湾的朋友们认识乒乓球。喜欢的朋友记得帮我们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希望这集你会喜欢，对你有帮助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我觉得打起来比我想象中还要再更失望一点，我本来对他期望蛮高的，他拉了弧线还是没有到特别好，我想要拉高一点、拉专一点，摩擦加多一点，它相对比较困难，比我预期的弹道再更低一点。但是它的优点是它的反攻击，尤其是反手反攻击做得特别好。它在摆短控制方面，它会切球的过程中一直冒高，所以我很用力把它拔住了，要拉转了，但是它就没有到那么转。然后我想说，那我让我轻轻拉看看，又比我想象中的转一点点。打起来就是比我原本的蝴蝶王拉球比较长，也比较转，反手也一样，就是速度有起来，旋转也有。所以你瞬间可以感受到它比较好打吗？对。因为毕竟听说爸爸是说你的力量本来就偏比较小，对不对？对。等于是说你更需要木板跟皮的力量去做支撑，去弥补你的力气小，是这样吗？对，我觉得张本智的超级 ALC，速度再适应一些，我觉得会打得比较好。对。OK。